就是他们跟我讲的啊，就说这个恋爱当中的这个人呐，或者说是夫妻之间那种敏感的程度啊，你比如说她的男朋友要给别的女孩在发微信，整天在她身边发微信，都没有什么异常啊，但只有在跟那个有嫌疑的那个女的发微信的时候，觉得不对了，就是他这个女朋友就会有感觉。就觉得他不对，是因为他不自然了吗？或者是他发微信的时候，他就下意识的可能就看了你一下，他就是不知道看你有没有在看他。平常不太一样。非常，我就记得像渡边淳一，他说这个，他就还是说写小说，他说这个写侦探小说、犯罪小说都不需要有经验，但是写爱情小说，你必须有这个恋爱经验，你才能够写爱情小说。对。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刚刚马老师也说，就是那个色戒打麻将的那场戏，我又看了20多遍，因为什么是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奸情，就是真的吗？对，因为你第一次看你就觉得这个是正常拉家常，对，你觉得是易先生跟王佳芝有奸情，这个是能看出来的，因为他那个言语上面的勾搭呀，写电话号码很明显。而我第2次看就发现是一个什么马太太还是朱太太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当那个易太太问他的这个钻戒的时候，然后他就埋怨来说：“哎，我这个钻戒这个样子已经老了。”然后就瞥了易先生一眼，就说这个钻戒其实是他给他买的。然后后来再看，就发现另外一个太太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就说因为易先生给王佳芝喂牌嘛，然后呢，这个太太就生气了，说易先生我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牌。但一般如果2个人的这个男女只是牌搭子，关系没有亲密到一个程度的人，对他不会这么亲密的去翻他的牌，所以就每次看都发现新的奸情，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导演他可能也没想着让观众去一眼看破，但他就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下面，我觉得好厉害。哎呦，你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来，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嘉宾，我就发现这台湾的女嘉宾她是有经历的人了。那么跟我们一起几个人也是拍一个节目哈，那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跟我们这个组的其中一个男的嘉宾吧，一个男的嘉宾，第一天大家认识吧，不是，实际早就认识了，但是第一天大家在一起有个活动，晚上就散了，第2天就在化妆间里碰见，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位比较成熟的这个女嘉宾出来跟我讲，说昨天晚上他们俩有故事了。我说为什么？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女孩子第一天见到这个男的嘉宾呢，她因为平时跟这个男嘉宾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尊重的哈。对。他说你看今天呢有一点不太尊重哦。对，你明白吗？哎，我完全没看出来，就是他不是表现出什么，他可能就显得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嘉宾面前，哎，帽子给我戴戴。或者就是就距离拉近了，显得有一点不太礼貌。他是从这个地方，他是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啊，他是是不是方舟你？就是你跟一个男的有了故事，你就会放的不尊重起来。我对谁都不太尊重，所以我能想到另外一个细节，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大学同学，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大3我陪他回四川成都家里，然后有好几个他的高中女生都来一块玩，就坐了一桌子的人，我就知道他是跟谁企图有点什么。为什么？在吃西瓜，那个女孩啃2口西瓜搁这儿。他拿来吃完了，哇，这个很在几个中挑了一个，他挑了一个，他咬2口。他是想要干嘛接吻吗？还是只有这个机会，顺着他的牙印接着咬下去。顺着他的牙印。但我原来看过一个这个版本，我看过一个特别浪漫，你这有点猥琐。我看过一个很浪漫的，我还一直想用在小说里，就是说那个百货商场都下班了之后，各个店铺就大家都收拾，然后就准备下去。就说一个店铺的一个女孩，也就是外来打工的那种嘛，然后她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电扶梯就下去，但是那个金属的扶梯会印上手印儿，她身后就跟着一个保安，就把那个手印印在她的那个手印上。那个我就一直想用在小说里，我觉得这个特别动人，是比你那不猥琐一点。我觉得挺危险的，但是方舟，我告诉你，手印跟牙印不一样，是吧？手高级是吧？方舟，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已经有人用在小说里了，是吗？不是，但是跟你这个不一样。我最近正在看那个帕慕克，多少提帕慕克写那个《我的名字叫
红名字叫红。哎，原来我不太了解他，现在我发现这哥们儿真挺多情的，而且是一特别苦情的那种人。你看他最后，他是因为写一个小说。建了一个博物馆，叫纯真博物馆，现在就在伊斯坦布尔。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建一个博物馆呢，去写的小说，写了一个小说。这个里面啊有一面墙，就是他恋过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暗恋这个女人还是明恋的，我还没看完。就是说，他最后收集这个女人抽过的烟头，他就说沾有这个女人的烟头，几千个烟头，这是而且就记住哪天。哪月哪天上午，他抽完的这个烟头，拿大头钉就钉，我不知道帕慕克从怎么收集来的。他好像写一个人的故事，也是真实的，就是真有这么个女的，就抽过的几千个烟头，沾有这个口红的这个烟头，钉满几大面墙，就是他那个太变态了，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吸烟有害健康。你说吓人，你还没听，我还听史航老师讲过一个汪曾祺先生写的那个。那你说那个是那个《大闹记事》里的东西，就等于说呢，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她跟另外小伙子相爱，但是有别人想霸占这女孩子，小伙子去阻挡，然后被人家打的人事不省，休克，几乎相当于死了，给抬回来。于是大家怎么救她？有个民间偏方，就找那个陈年尿桶上那个尿碱刮下来，再加一点水给她冲，说这个能把她那个闭那个气儿给激发了，她能喘这口气儿。于是就往他嘴里硬灌，灌完还没什么回响，完大家在等的时候，那女孩看着那个尿碱那一碗还剩一点，她不知道为什么端到嘴边也尝了一口。你不感动吗？你笑，你不流泪吗？没有，你没觉得？哎，让石老师给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应该感动而不是？汪曾祺老师啊，他的真善美啊，都在粪尿之间，因为他另外有一个散文叫《白马庙》，说有一个哑巴喜欢画东西。于是他说，他见到有一个挑粪的人，挑了一个粪桶是新的，在粪桶的口这块画了铁枝莲一圈，粪桶上画着花，就这两个都是美，就是那样的，爱就是那样的，就是他在极致中捞出来。粪便上开出一朵花儿，不是他不是有生活有情趣，不是他这意思，我老看他这红尖儿，先对个标。他这意思啊，就是苦啊，跟你一块尝，跟你苦在一起。你知道不？就是你像我记得我曾经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曾经听这个谁啊那个李敖，台湾这个李敖，他曾经讲过一个，就说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女的这种心理啊，就是日本战犯，这不是咱们抗日战争打赢了吗？那东京法庭嘛，日本战犯判处死刑，就是这个也我忘了具体是谁了。那执行死刑以前呢，他老婆先自杀了，然后让人把消息告诉他，还是送了一封信什么样？那意思就是说啊，你怕死啊，你就要执行死刑了吧？我先去死，你好没有那么怕。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就是说这个尿碱很苦啊，我也跟你苦在一起。我宁愿死。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礼拜二午睡时刻》，对，讲一个妈带着一个小女孩去看她给她死去的一个当小偷的儿子去上坟，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场景，坐着火车到了那儿，就这么一段场景。但是里面我当时看第一遍我没看懂，我觉得这什么东西啊，就这样。第二遍再看的时候，是因为我之前我奶奶过世了，我去给我奶奶上坟，带的花，带的什么东西，那一路上我就一直在惦记说这个花让它最好能保持一个鲜艳的状态，所以特意买的花盆。当我再回头看这个短片细节的时候，就注意到他妈在里面靠着火车昏昏沉沉睡了，小女孩做的事不是靠着他妈睡了，是抱着这个花去厕所，把那个花里面的水给它沾上水。到了墓地之后，见到神父的时候，他那个女人拿出来那个花的时候，外面裹了一圈报纸，这个报纸是沾湿的，就说明他们去上坟之前，他给他儿子上扫墓之前，他这个花是一路带过来，在那么热南美那种天气里，要保持一个湿润状态，希望能够看到他这种心情，就是忽然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太牛逼了，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点到了。
而且我怀疑，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真实经验，就要不然我觉得不太能够想到。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作家60、70年代的，他有一个小说叫《最后诊断》，然后他就是写一个细节，我觉得对啊，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是说那个一个人被截肢了，截肢了之后，他的那个腿被放在别的地方，这个病人就求那医生说：“哎呀，我的腿痒，你能不能给我挠一下？”这个医生就去给他挠了挠他放在别处的腿。后来我就觉得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去查，果然这个作家长时间的都在这个身体不好嘛，在那个医院里，所以就这个必须有实际的经验，你才能写出这种看起来特别特别反常，但是你一想哦，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这种细节。就刚才你说的李敖，我刚才想到一件事儿，因为我的收藏的写真集中有一个藏品是胡因梦的签名写真集，我把它跟李敖签名的棒球放在了一起，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违背什么意向，我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意愿，反正就是你这装置艺术，你这个细节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唯一女神。不都是赤脚很美吗？他那个写真集大量海边赤脚。李敖说他最讨厌看到胡因梦灰色的脚底板。对，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打开方式不同，你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还会认为胡因梦喜欢光着脚在地上走，所以就会灰嘛。所以看见李敖是有洁癖受不了嘛，他说灰色脚底板。但是这个什么呢？我们看的胡因梦永远是这个，因为我们不太有机会看到唯一女神的脚底板。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有实际经验。我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他在东北生活，他写东北文学，然后里面就有一句，我先开始看的时候，东北文学是独树一帜的一种文学吗？对，他那里面他有一句话，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第二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他们东北的见面打招呼，就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啊？就都是30多岁的人，就说他那个国企改制之后，就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周期变得很，对，生活周期就变得很短，就是工作周期变得很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动人，他虽然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但一下子就把这个东北的感觉给烘托出来。这个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哎，这就是说，古人讲一句话叫读书得见呢。这个就是你读书啊，你像鲁迅，他能从什么满篇那个圣贤书里边看出吃人2字，就从字缝里边他看出背后有东西。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就是一个细节。包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我也发现啊，说话真是一定要这个水泄不通的，你必须非常周密。有时候要水泄不通，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封堵的，要不然就撒泡漏气，封堵，那叫滴水不漏。对，一个人，所以跟作家在一块儿就吃亏，意思一样，意思一样。对，我觉得这个用法对一个人，以前我一个人也可以水泄不通，叫一个人的人浪，就是一个人一会儿起来坐下。哎，对，这没准这个细节你要会观察，你就能分析出我的心理结构，对吧？水泄不通。有的人说话是滴水不漏，有的人说话是水泄不通，没法聊了。证明这人心里是多么封堵、多么封闭型的这么一个人，他盼着的就是说一句堵一句。对。所以就这个我觉得越高超的作家，他就把这东西写越隐蔽。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看过，原来毕飞宇他做一个演讲，讲那个《红楼梦》，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说《红楼梦》这个秦可卿跟王熙凤关系很好嘛，但是这个王熙凤就是秦可卿病了之后就去看他，看完之后出来也是哭啊，然后眼睛也红了。但这时候作者忽然用了一种特别平淡说，然后这时候王熙凤就开始看花儿，觉得这个花园里这个花也很美，那个花也很美，就他一种特别平静的欣赏的态度。然后那个毕飞宇就说这个时候能看出这个作者的高潮，这明明是反逻辑的，但他用这样的一个反常的细节，就说明王熙凤这个人他是心里是狠到。是狠到底的，他是没有什么人情，他就只在乎他的这个事业和成功，就在一个这个非常隐秘的细节当中。我觉得这样去看，你会觉得这《红楼梦》处处都有伏笔。哎，你说像你们这个当作家的，会被细节所折磨吗？对啊，会啊，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朦胧的、暧昧的，你不能直截了当的说窦文涛狞笑着说这件事我办成了。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办法，一定要是让你微笑着说，但是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阴狠。哎呦，这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情。对，写小说，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这个人物心里想的、手上做的跟嘴上说的不能是一样的。没错，
就这是一个诀窍，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人物，就反派就哈哈哈，这个女人我今天要定了，那就是一个写坏了的人物，她一定是想的、做的跟说的是不一样的，那她是一个立体的人物。哎，这你就说这，当然是上次我们这圆桌节目我就提过这事儿，我觉得当你这编剧更有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电影学院这个徐浩峰，是吧？他在现在有时候就有点水泄不通，他就有点想不通。他说这个现在我们跟这个投资方很难打交道，就是我们学编剧的时候，过去这个老师教是，如果你说你爱他，那么恰恰台词啊，你要说我不爱他，对吧？对。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学出来的。他说可是今天呢，今天的这个影视剧，我这么本子交上去，那制片人说你到底爱他不爱他？就爱他就爱他嘛。基本上要的是手语翻译式的，我爱你，这样说明白了还怕听不懂呢。这个再来一个字幕，三结合。所以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啊，要不说这不光是你们是为了写小说创作，相反我是觉得就有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这跟咱们这个待人处事，你比如说这个朋友，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台湾朋友，就是大家真的就觉得没法不拿他当好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台湾人，我觉得也是这个礼数周全呐。就是你那个，咱们这个说实在的，咱这个北方人，我觉得有时候跟人比起来，就显得到人家那儿特不好意思，特粗糙。好家伙，比如说你一到那儿去啊，然后呢，这个酒店已经帮你订好了。哎，你本来还想问什么该住什么酒店，哎，人家已经帮你订好了啊，订的可能是你上次住的那个酒店。然后呢，你一进酒店的房间，哎，里边有一盆这个一个水果，是人家家里人送到酒店，送到你酒店房间的这个水果。哎呦，然后呢，你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还是那个打印的一个礼单，其实不是，就是凤梨酥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做的那个好精致啊，就是比如说给窦文涛兄啊，台湾一点小特产，把就凤梨酥几盒，什么什么几盒，而且就是这箱子都给你打包好了，让你直接在飞机托运就能够走。我这你就那个，我们就每次说咱别弄这个，你弄这个以后就不敢来了，你知道吧？是不是特别像生辰纲？对，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是不是他有些人哎会体贴你，就体贴到这个份儿上。女生被打动永远是被细节呀，永远不是被嚎叫式的说啊我爱你，永远是被细节。你被什么细节打动过？就到别人家，别人给我拿拖鞋。就这点事儿啊，这算什么？对，拿拖鞋不很正常吗？要拿睡衣睡裤，我觉得不要什么。我感动点很低的，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啊，我就有一回就是后来我问她，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咱俩算是正式男女朋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始谈的时候就算就是明确关系了，但是不一定就是两人感觉在哪儿。我说什么时候也感觉到了？她说有一次咱俩出去吃饭，我吃完了一半吃不动了，卤肉饭。然后我把那一半就拿过来，我给吃了，就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不就是饿吗？是啊，是饿啊。但是他会觉得说，我们两个的距离没有距离了，这是一个男女朋友或者说是一对情人可以做到很坦然的、很自然做到的事情。他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这算是心里彻底认为是男女朋友。我唯一给男方写信是上访信，就是说对方因为也不接我电话，也不回短信，微信也拉黑，联系不到，我就只能写个信上访，说为什么跟我分手啊？就这个只能写这种信。哎呦，你当年有过那时候啊？就前2天，也就前2天。我们这次节目也作为一个上访节目，要隆重没错。所以怪不得方舟现在发展到把男粉丝堵在门口了，是吗？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刚刚说恋爱的细节，就有的时候啊，其实不爱的细节，就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也挺寒心的。我记得，当然不在小说当中，在生活中，我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讲。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老婆不再爱他了？然后我觉得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渡边淳一小说，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是睡榻榻米嘛，就是说，
榻榻米所有的被子都是一样的，他的被子、他老婆的被子、女儿的被子都是一样的。但有一天就拿错了，他和他老婆的被子就拿反了。然后到晚上他就发现他老婆偷偷的把2个被子又换回来，他很难过，他说我老婆连我的味道都忍受不了。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不爱的细节也挺残酷的。日本的那个叫田山花代嘛，写的一个著名小说叫《棉被》。就是它是一个不伦恋吧，老师跟一个女学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最后他就是把人家盖过的棉被整个把脸埋进去，最后那点气息，就是整个要把这个气息榨干一样。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那个感情经验，但我想我原先就是刚刚出道当编剧，93年嘛，那时候写一个跟纪晓岚有关的故事，但不是后来贴传侠纪晓岚，也别的清朝故事，也是个上访故事，真的冤案的上访。不是一个民女的要变成一个歌女妓女，她要去到八大胡同堵纪晓岚大人，于是呢，她给人抚琴，女性才艺表演。这个纪晓岚是个老的，是个真正历史史上大白胖子老头，他在那儿就坐下就这么听，烟这么点着，那个琴那么扶着，毫无表情，记得就是抚琴。就是也没有被感动，什么表情没有，就呆若木鸡这么坐着看。但是那女的扶完琴的一瞬间，她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她剧烈咳嗽，眼泪鼻涕一脸，非常难看。对，掩盖眼泪是吗？不是，那女孩就哭了。为什么？老头刚才一开始就想咳嗽，但你扶琴他就一直忍着不咳嗽，直到他这样，他肯定不是眼泪淹那一点儿。然后那女孩就咕咚一下跪在这儿了，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我想他们差这么个年龄段，写感情只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最后女孩就是拜倒他的时候，老头看他看自己，就说2句话：朱颜红袖，指着女孩；白发青衫，不配呀，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就是这个，暴露了史航老师心底的欲望。没有，就个人经验什么，就是你忍咳嗽这件事是每个人都有过的。所以就是你是透露感情细节，必须得是你经历过的这个细节，但是就是你没经历过的情境给怼那儿去。但是要不说作家，我觉得眼光不一般，就是真的就是都经历过，都见过。但是当你见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呦好动人。我就刚才讲这个帕慕克这个，我就想起他得诺贝尔奖，我的名字叫红里边哈，我那天看那段描写，我觉得真是他一写你就知道，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你很难想得到。他就是说一个女人收到了情郎的情书，但是这个女人呢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呢，她不得不要找一个懂字的人给她念，这个就很不好意思，但是又不得不找她念。然后呢，这个念的时候听的当然是很陶醉啊。然后呢，念完了之后呢，这个细节在这儿，就是说念完了之后呢，他让你告诉他，哎，他写那句话是哪几个字？这好，是哪几个字？他说，哎，是这几个字。然后说他也看不懂，但是他就看着弯弯曲曲的那个字迹啊，就在反复的看，反复的看。这好，你看这个细节，就是这就是一个爱着的那种女人啊。他会让你再念一遍，然后说啊，他里边谈到我很想你，哪几个字是我很想你？这个就是爱啊！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是喜欢我们的班长嘛，但是我那时候也不识字，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就开始了。对，然后我们幼儿园的时候会有那个挂毛巾啊，然后你的杯子的地方底下会有你的名字，然后我就看他每次都去那个地方取他的这个毛巾和杯子，然后我就每次他取完之后，我就去摸他的名字，我就觉得跟他产生了某种关系。哎呦，就前太可悲了吧！前一阵还不是看的书，都挺恋物癖的，我觉得。就前一阵我还不是看的书，是玩的一个游戏，一个日本游戏叫《塞尔达荒野之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我关注游戏性，当然另外一说啊，但里面有一个细节，主角睡了100年，回去找当年的战友的时候，发现都死了。然后其中有一个战友是一个人鱼公主，他去人鱼公主那儿看到人鱼公主他爸。然后就说当年我就是说，反正说我跟他是战友什么的，他爸就说那我帮你找到他的留下的一个装备。旁边一个老头，那个人鱼公主的老师就说不行，怎么可能？这个人鱼公主不可能喜欢他，然后也没任何证据。后来他说人鱼公主做了件衣服，这个衣服是给他，这是人鱼族的习俗，给他的夫婿做的。然后老头就说衣服怎么了？这每一代人鱼公主都做衣服，凭什么就说是你啊？把那个人鱼国王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他穿上，严丝合缝。
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开始以为是一个特别奇幻的，比如他穿上衣服之后闪光，有心形的，没有那些，不用那些奇幻的细节，这个衣服跟他的尺寸一模一样，足够代表一切了。资深宅男啊，真的是啊，就看出衣来张手的一个典型。对，你每天在屋里就脑洞大开，就是在想这些啊。美玉公主给你穿衣服。他说那个就是写这种细腻的东西啊，我想到一个好像很粗的人啊，很霸气的一个人，姜文。他不是他后来这些作品，他当年他中戏表80我师兄嘛，他们入学观察生活练习，我们入学后来都要看前面的人的观察生活练习，我叫无题。他跟岳红俩人的，他编的一个小品，就是大学生一对恋人要分手，到这个小饭馆来，就说完各自的话，我把我借你的书还给你，就分东西的一个事儿，而且没钱要吃的，各点了一瓶汽水3毛钱，退瓶1毛5，就退瓶1毛钱，整个汽水3毛钱，就这么一个事儿。全聊完了，最后什么呢？这2瓶汽水喝完了嘛，他把这女的也他俩人拿过去退瓶，因为各有1毛钱嘛，每个人自己付的嘛，就花，就那女的不给他，把这瓶子拽回来，擦了擦，装书包里不退。完，姜文这男的不，他想了想，自己这瓶也擦完，也放书包里走。哦，1毛钱没挣着，然后这个留下了。就这个男的是被这个女的生生教会了什么叫留下点东西，所以叫无题。哦，所以姜文是这个很骚很细的这么一点东西。哎，怪不得都叫她姜姐姐呢。实际上，对，有时候反差。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看小说？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一个作家课，他就问我们小说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小说的本质是什么？那马老师觉得是什么？你先说你的答案吧。我没有，有点大呀。他有个标准答案，我们就说情节、人物、故事，就这七嘴八舌的说。然后他说都不对，他说小说的本质是时间，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小说里面感觉到时间的变化。那这个作家其实是这个时间的作曲家，他可以让这个时间变快，也可以让这个时间变慢。变慢就是那些细节的部分，他让你看着一个花，他让你看着一个草，他让你看这个瓶子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人看完小说之后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就是你获得了一种新的掌握时间的方法，你学会了如何去观察，怎么去看一个花，怎么去看一个叶子。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载体。哎，你说这个我就要谈悬了。那要照这么说，就是前一阵儿去世的这个霍金，就是小说家《时间简史》。你知道，就是霍金在回答，就是说这个就说宇宙大爆炸这个起点之前是什么？他就是举了个例子，很复杂的几何。他就说，这就好比说是我们地球，对吧？那个第一个点呢是南极，南极之外没有东西。就没有意义，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时间呢，本来世界上没有时间呢，如果没有人的话，也就没有时间呢。时间是咱们定的一个观念嘛，一个概念，所以说就是说，时间是内容组成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话，就是说，时间，你比如这个刻度，这个钟表是你定的，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呢。它只是有一个东西的延展性，一个东西它会比如说逐渐膨胀，主观感受。对，实际上一个东西就会生老病死，客观真正存在的是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变化过程，只不过你把这个变化过程当成一个加上一个时间刻度，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东西的变化过程。所以说你看，这有理由说他讲这个意思，他一个小说家。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注重细节的人，他某种程度上他比咱们长寿，对，他的时间不一样。你都活1天呢，可是看在他眼里历历在目，一点点滴滴，它的内容多呀。他每个皱褶展开了，就长度增长。对，内容多。对，你还别说你说皱褶展开，我不又联想起他们夸，我就现在很多词儿啊，我都反对，什么脑洞大开。你知道最近我听一个人给我爸做那个大脑的那个透视，那医生给我一解释，我说跟现在人说脑洞大开不是聪明吗？脑洞大开是什么？你知道，脑洞大开是老人脑。你知道这个人大脑萎缩呀？什么叫老人脑啊？
就是你这个脑啊越来越收缩干瘪，你的脑洞越来越开，沟回越来越宽，到最后很可怜的，最后那个老年痴呆症，那个这个最后脑子缩成脑袋里面空了。我说你们还整天脑洞大开，哎，当然我这说开去了，这还是就说这个，你觉不觉得一个人对细节的关注，你觉得这对你们写东西的人来说是天生的，还是有意的？你想很多新闻，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个出轨的时代。而且呢，我说有意思，不是说就咱这4个老干村，我请了有2美女嘉宾，本来都挺爱来的，结果临来一听说聊出轨，女的不来了，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容易出轨。马爷这个结论惊人啊！看着女的没在就可以这么说了，是吗？咱不能说男的容易出轨吧，女的容易，现在真的女的比男的还容易出轨。哎，怎么说？好像是有一个，你仔细想这个社会现象，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出轨主要是指男性嘛，女性也不叫出轨，人女性真有这事儿叫搞破鞋，对，不叫出轨，出轨还算一不错的词儿呢，比较中性了。您这搞中文的应该明白红杏出墙，没错，只有绿帽是专属于咱们的。对，咱们这4个老爷们儿就是属于绿帽协会开会的。不是，我是说啊，那你说马爷刚才讲的对，就说这个出轨这事儿吧，我现在真觉得女的 hold 不住了。哎，我的朋友有些就是像他这岁数的，其实当然迷恋中国文化啊，说出那个歪理儿来，你也可以说一议。比如说那天就有一个就是说孔子为什么说妇女必须得给他管住，不是说瞧不上妇女，而是说呢男女两性啊，女的太容易了，你们就是说男追女啊隔层山呐，隔道山呐，女追男隔层纸，他说这女的要想出轨可太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孔子是这意思。于老师专门研究这个古代文化。没有，就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这个解释很牛。对，但是我确实知道，好像是前2年那个新闻有个报道，中国的一个出轨的数据统计是说，中国的成年女性40%有过出轨史。那成年男性呢？那个数据还没有看到。文道对出轨是比较有理论了，对吧？我为什么对出轨？马爷比较有实践。因为我觉得，其实出轨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常，就只不过是因为你什么叫出轨？出轨就先假设有轨，有个轨道，有个长轨，对。那么于是你离开长轨叫出轨。我觉得其实是因为真的现代社会，无论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你什么叫做长轨这个概念？越来越受挑战。你比如说以前离婚没现在那么容易，是不是？现在容易，现在很容易。你现在别说买个房都要离婚嘛，不是？还排队，对吧？都排着队离婚呢。也就是说，原来那个长轨早就被动摇了。哎，不，文道，我跟你讲一个现在的长轨，你说啊，就说是这个多年的夫妻，哎，那么2个人维系婚姻关系，但是同时呢，互相给对方一定的外遇的自由、性自由，你觉得这可以是一轨吗？现在这也挺多了，在国外有一些那种所谓开放婚姻嘛。不用说国外，国内也很多吗？真的，不能说这事儿全透的人国外。我就说他我以为是西方的那些，那4个人在这儿天天糟给我啊，不是，真的。不是我说这意思是什么？现在有些人的，你看香港，要不说他们这个就是海外学者，咱们在我就不能说人名字了，就是咱们在香港有一个朋友，50岁。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境界，这达观呐。那天我跟他说，我说他说我老婆去旅游去了，是吧？去旅游，我说去到哪儿旅游？他说这个什么泰国那边有个什么和尚组织的一个妇女团，就是好像修身养性。文道也常爱去那个。对，我这个不是，我是常去妇女团修身养性。不是我这个什么啊，就有点亵渎佛教，因为私下里聊天，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哟，那和尚组织这妇女团，那你老婆可得小心呐。哎，你知道这哥们儿说出一句话，我就也不知道他玩笑他是什么。他说现在反正我们夫妻俩早就没有这个性生活了。他说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如果真有哪个男的让他得到点这方面的快乐，我也替他高兴。你说他这多宽大的心性，也是你的朋友啊，你们怎么都这么想？我的朋友跟我想法不一路，好不好？哎，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人现在都已经能这么想了。于老师，你心胸很开阔哈，对，这个真没想到。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出轨，
他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原来开过玩笑，我说宋代以来的这个女性被压抑的太久，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波反弹，从长周期来看是一波反弹，再加上宋代以来的中国的男人确实阳气不足，然后女性又经过于开放，她想寻找。比如不仅仅寻找爱情，为什么宋代以来男人就阳气不足了？对啊，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帝制社会，它走下坡路了。比如说汉唐作为一个帝国，它可能是一个上升期，然后宋明是一个衰落期。在衰落期的时候，男人他自然是这方面也不阳痿的也不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因为你看啊，我觉得倒不是说男人不行了，所以女人要出轨，而且但是我比较同意是女人从来被压抑，这倒是真的。其实我们今天说出轨是个女性，好像我们刚才讲半天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讲，但其实另一方面，男人过去比如说要出轨也很容易啊，也很方便，我们好像不太觉得那是个现象。为什么今天你说女人出轨是个现象呢？那反传统嘛。对啊，它就是反传统。但这个传统恰恰说明，过去女性可能真的是被管束、被压抑着了太久。对。然后现在社会稍微开放，或者是不叫稍微开放，现在社会已经很开放了，对吧？对，一定要放开了。您这还叫稍微开放，还在开放。原来有个上海作家苏青嘛，他不是把那个孔子的那句话改了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断了断句，断了后面断了一下，对，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嘛，存焉。对，这个是有点就饮食和男人是女人的大欲。对，其实女人非常好色。就是你比如说，就我所知啊，他们就单独经验是吧？不是，我有时候扒墙根听啊，几个女作家在一起聊天，哎呦，那个黄的呀，我的天！男的，我跟你说，咱聊不到那儿去。境界不够，他们互相就是女的，好像特有一种亲近还是什么，他们互相会谈自己的老公啊，那个大小啊、长短呐，这都会谈呐。听着你就特别颓，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你说，我觉得它有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前一阵呢听我们这个朋友圈里人讲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啊，马爷就是可圈可点，他在每一步上都说明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福建的这么一个老板，他有钱嘛，那么他有钱，他有家世。然后呢，他就找了个女朋友，不是包啊，包就简单了，包养就简单了，不是谈恋爱。人家也不光是有钱的土豪，也有人家的魅力，就还是跟女的谈恋爱。但是客观上呢，他一半的时间得跟他这个老婆孩子在一起。他有老婆孩子，他有老婆孩子。对，那么这个女的就算是说小三儿吧。那好，结果到最后呢，就说最后愁的头发都白了，就是你知道老房子着火没法救，他爱上一个这么个小妹妹，对吧？最后就发现就是出轨，出一次轨急疯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出轨？这男就这小女孩小女孩出轨，小女孩很简单，小女孩就是说我也很爱你，可是呢，我也跟你结不成婚，我也跟你结不成婚，你想我怎么样？而且主要是我的时间很难熬，就女人很容易孤独，就我一个人，对吧？你平常也看得紧，我也没有什么朋友，你在家里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找一个。结果呢，这男的他就不能允许啊，不能允许，这女的还跟他道歉，因为什么？这很有意思。你要真出轨你就走了吧，这女孩不走，所以爱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这女的找的那个小帅哥没法担负这个女人的生活。说要叫我分析，就是他活不下去啊，他跟着这么一个老男人，他享受的整个这种生活层次，他不能下去，于是呢又道歉磕头，好又回来呢。又他妈出轨，你知道吗？就是，然后这哥们就都疯了，但是他就，老男人也格外迷恋上这种青春，叫少爱啊，叫少什么，就处于一种他非常，最后你知道吗？这男的就我刚才讲包养，最后这男的就是说，我看出你啊，你能这么老出轨，你对我说那爱也是假的，说你一次次的回来，你为什么？你因为离开我你就活不了，所以说。我他妈就给你来一个包养协议，对吧？
我1月给你多少钱，你也给我，就是你给我提供服务啊，而且呢，你不能出轨，就是说这里边叫道义有道，就是说你对我是没能跟你结婚，我也有别人，可是呢，你吃我的，你拿我的，你住我的，我养着你，就即便咱说包养，你也应该守你的本分。那么你条约，就是如果您是经济自立的，那我管不着你。可是现在就等于就把他纳入常轨了，就因为包养是种常轨状态，是吧？就是最后他发现原来是出轨，现在就回轨了。就是讲爱情反倒老出轨，最后咱就讲契约。我包了你了，行，什么叫包？包了你就不能在外边再来，对不对？要不然扣工资。那个女孩怎么样呢？不是，就说现在这闹的这个鸡飞狗跳嘛。不过你在想，就是那个女孩子啊，比如说。我觉得那个男人最生气的，可能还不是说我跟你这么好，然后我给你钱，你怎么还到外头去？我觉得这种我们平常看娱乐新闻里面看到，最让大家发指，让所有的男人痛心的，你知道是什么？是这个男的，他会想，我不只是给钱这个女的，他出去找个小帅哥，他会不会还拿着我给他的钱，还包了那个小帅哥，对吧？是这个基本上是个正常的状态，这才是最让他痛心的。他有这个，你比如说我有一回去按摩哈，那个按摩呢，你怎么叫按摩呀？我去按摩，我这发音不准啊。我去按摩，我按摩肯定我不大习惯是男的按摩嘛，就是这个女的给按摩。这女的按摩呢，因为那个按摩那个房间都不是太隔音嘛，就听着隔壁呢那个按摩声音就比较大，比较大呢是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按摩，这女的岁数并不大，大概也就有估计27、8、30岁。然后呢，这女孩就跟我说我们日子苦啊，为什么？男人不好按，男人浑身硬嘛，你得使劲嘛。说那富婆一来呀，笑声就没断过，说给的那小费啊，就给那男孩的小费啊，给的特别多。你说我这吧，本来是解除病痛的，浑身疼的要死，让你给按摩一下，然后你老跟我讲这故事啥意思？就是我得多给点小费呗，我跟你啥关系没有，对吧？我们是这个合同关系，我多少钱你给我按多长时间？对。那边那富婆呢，就是变成天天来依赖这个事儿。她说她天天来，天天给钱。啊，一按摩就乐，对他高兴啊，隔着呢，他就是在家里苦闷呢，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包养的事儿，对不对？包养的事儿苦闷，所以拿着这个拿着钱出来自个儿享受，这种事儿很多极了。有的时候女的啊也不直接指向于性，你记得我那时候老看香港报纸，老报道那个港人到内地去嫖啊什么，他也报道有些香港富婆。到这个内地的有些地方找这个就算什么呢？男妓，香港人喜欢叫鸭，对鸭。对，他其实他这很多，他就是说这女的就是说，你搂着我摸我这小肚子，那个呼噜我这小肚子，这女的也就这要求，这觉着很好。不过我觉得根本过去一直以来所谓的压抑女性啊。还不只是说管束很紧那么简单，就连女性的性欲，都是被压抑的，都是被压抑。女性的性欲要不被压抑了，咱们还能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很坏，对不对？我觉得过去是从来对女性是全方位的压抑，尤其性欲也是，好像女人就不能够公开谈性欲，不能表达，对，不能讲。然后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你听到那些。女孩子们、女朋友们互相聊，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他们聊这情况，我也听过、见过。但我觉得他们那个状态，我看到他们聊的那个状态啊，我会觉得挺替他们高兴。就是真的，因为你这样看，因为你看他们那个状态，对吧？他们暗自高兴，是吧？他们我不能明着乐，是吧？你看他们呢那种聊的状态，它真的是一种好像姐妹淘。什么都能聊了，然后一下子放开了，你才知道他平常有多少话。你正是看他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平常他有多少话不能讲，释放，他有多少东西不能够公开谈。但男的不怕，比如说男的呢，往往在公开场合，就其实还是能够讲，而且有时候是肆无忌惮的讲。而且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讲啊，就是说你看啊，男的呢。比如说老婆出轨了，往往男的没多大兴趣，一定要见到那个男的，但是往往这个女的呢，
老公出轨了，至少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女的，她好像就我非要知道他是谁，甚至于我非要跟他见一面，哎，盘一盘。你觉得这是？哎，于老师比较了解女性心理，你能分析这种心理吗？这个现象倒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女的她要证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是不是变成黄脸婆了，我是不是没有魅力了，我要比一下，看我老公找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哎，但是现在也真不是黄脸婆的年代，我就感觉到，就包括宝强这个事儿啊，其实要不说你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里你总结，我感觉到女权在高涨，这是很明显的。对，包括那个你看韩剧这种小鲜肉，那本质上那个王海林不是那次讲话，他咆哮了嘛，说现在买片子的都是各个电视台的中年妇女，这些买片子的你们都是色情狂，就买这种小鲜肉。但是在这个同时，真像文道说的一样，就说女孩，尤其是现在这种80后、90后的女孩，说实在的，你盼着她都是独生子女。她为了你一个男人奉献、忍受、守贞操，永没那日子了。对，你看现在拍的电视剧很多是满足女孩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挺火的叫《微微一笑很倾城》，这《微微一笑很倾城》呢，你知道现在啊，我觉得有的片子就是给女孩子看的 AV，就是你想。无比的一个帅哥啊，帅哥永远的很体贴，可以陪着你一晚上看星星，手都不乱动一下，对吧？然后呢，就这样，这女孩，你看他们找一段，你可以看看这个台词儿，就说这女孩说：“我要是红杏出墙呢？”你听这帅哥，哎，标准答案怎么样让女孩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这个嘞。哎，如果我真的红杏出墙。我原来听明白了吗？现在帅哥的标准答案。你听明白了吗？他不是说你道高一尺，你出一个，我出10个，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我这个男人对你的照顾啊，你要想出墙，你出墙1尺，我呀再往外退1丈，就我愿意满足你，给你更大的空间。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比如说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出墙，比如说去见人家那个小鲜肉，行。我下一步我就把你送上门，是这个意思吗？这叫提供机会。他说的其实也好像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意思。他不是魔高，不是，就是给你提供机会，给你提供空间嘛。我把那个墙还往外挪，他不是往里吗？现在是往外啊！那屋里怎么穿？这是个话题，对，是不是？但是我觉得编剧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往外冒出点去，我就再挪点，他还是控制的，不是，他不是让他随便。编剧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吧？对吧？我就说，要不然的话不就变成你要找那什么？行，我今天带你去。不是，我理解就是说，哎，你一个女人所有的需要，比如说你为什么红杏出墙，是因为墙里边的东西不能满足你了。那他这意思就是说，你要觉得不能满足你啊，我把空间给你大点，我把空间再给你大点，我满足你，这个我给你更大的园子。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小鲜，我给你找2个，对对，这真是毒药，真是毒药，毒害一代女青年的心灵。是，你上哪儿找这种男人去？有这种人吗？这是该管管，这就得管，这就得管。对，看出咱们4个的。但是这个很流行，这哪是？对，而且他这台词儿吧，他这个台词儿我们听着有点费劲。就因为没有就是过去说这就不说人话了，就是他没有这么说话的表达方式。对，不是就所以说咱们这儿没女的来哈，咱就说点这个男的，就是。哎，我也听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是不尊重女性权利啊，就是啊很尊重。但是现在那天我就看他们一节目，男女两方辩论王宝强这事儿，我觉得有一男的说的也挺干嘛，就是说直男癌是不好，可是难道你们就要变直女癌吗？
对吧？说过去的男权不好，可是难道女的就可以蹬着鼻子上脸吗？你女的就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做人的标准。那天你看阿成老师，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他说你看啊，就说这么多年来，你几千年到今天为止，这个你交朋友的标准。还是出不了孔子说的那几个，仁义礼智信。你想是不是？我为什么跟马爷交朋友啊？急难关头就来救场，就仗义，你还是这个标准，对吧？你不能说他妈平常骗人成性，我愿意跟他交朋友。所以这个标准难道一定是男人或者女人的吗？难道女人就是因为男人不靠谱，女人就应该不仁不义，就应该欺骗背叛？我觉得是应该咱大家都进步，对吗？就是。您有意见吗？也有意见？那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出轨，因为今天话题重心你不知道怎么跑到女人身上去了啊。他出轨我可以理解，比如就是公众都知道的王宝强事件。那个女的叫马蓉，对不对？出轨可以理解，但是不能理解阴谋。就是他这里还要算计财产，这就变成俩事儿了。这个事儿就变得比较大。我认为单纯的就是为了情感问题，说你那一天是不是你出去拍戏，深山老林的半年不回来，我这有点饥渴难耐，我这一晚上出轨了，这都还可以情有可原，还可以理解。就换句话说，这事儿还能往回走。那你今天是一个，如果我们现在是如果啊，别有人告我来，如果是一个算计，我们现在已经抛开这个话题了。就抛开这个具体事件，还沿着这个话题说，如果这上面是一个算计，就是我不仅搞了你的人，还搞了你的钱，这事儿就阴谋大了。主要是这儿。你觉得呢，于老师？我比较赞同马爷说的，就是这个出轨是跟那个阴谋应该是分开嘛。对，是吧？对，你分不开的这事儿就比较大。对。现在而且中国人他确实是身体的那个禁锢也是太久，所以一旦他尝试到这种身体的愉悦啊、肢体语言的那种互动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沉溺于其中。所以，不仅仅是女人出轨，男人也在出轨，是吧？这样用以前有中国人有一句笑话，就是用西方人的语言有一句笑话说，我们以前光是讲饮食，所以叫口腔期。很多人没有度过口腔期，以吃为生活的最重要的乐趣。现在口腔期过了，又进入另外一个期，是吧？有人叫肛门期或者叫什么期？青春的那种。对身体语言的那种迷恋，就是所以性有点泛滥，性有点乱。肛门期性就泛滥，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觉得就是它可能还是一个大社会的一个往前演进的一个阶段，要经历这些阶段。包括我们以前说身体禁锢了，性资源是极端的匮乏，现在有极端的过剩。当然，我觉得现在是匮乏和过剩同样的是惊人。所以为什么出轨会引起这么大的眼球？是因为你那种还有很多年轻人屌丝，包括农民工，他们是处于性资源匮乏状态，所以要看到你们的那种性资源。他们也不匮乏，真的。你觉得不匮乏吗？今天中国的这个需求是双方共赢的。好多屌丝他们怎么解决的？你知道乡下卖淫10块钱就有，这不是我说的，不是那报纸上抓的都是那老头老太太那个公园还卖，是，对不对？那前2天抓那85岁。光扶起来，公安人员上俩人，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那才要几10块钱。马爷那个嫖呢？对啊。马爷屌丝们看着他们还是处于匮乏状态。对，但我现在问的，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这社会的，就是这个变革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信息的革命。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摇一摇、晃一晃的人全出来了。我们那时候搭着凉棚都找不着人，你上哪儿出轨去？对不对？这是不是这意思？现在这种工具我都没使过，但是我那手机经常，突然我看什么新闻的时候，底下碰出一行字，就是说有个28，哎，他说的这年龄对我还是比较有诱惑的。28岁的妇女刚刚离婚，在你附近，他们这个手机上经常蹦出这种字儿。然后我关键不知道他在我附近在哪儿。哎呦，马爷着急了，所以就打着凉棚都找不着呢，在这儿呢。现在这种现代的沟通是非常容易的。第一，他先看不见人，对不对？据说现在有发照片的，我不懂。是。然后呢，他就迅速就沟通了，迅速沟通。他有人真的不是为钱，有人就没有，就是度过寂寞。我碰到过很多人说，你比如你到大理去好多单身女的去了，干嘛？就是度寂寞去了。
我记得前阵子才有一个丽江被称为艳遇之都嘛。大理也有，我去了，我去人家招待我吃饭。大理也有，我去了。哎呀妈呀，咬牙切齿！你这一去了啥都没吃，一大长桌，这人我的大部分都不认得啊。吃着半截，有人就捅我说这桌子上有一对出去开房去了。我说啊，我说吃着半截饭上哪开房？说那俩孙子一会儿回来还特能吃，果然一会儿20分钟那俩就回来了，回来低着头，把剩下的全吃了。那是体力活啊，体力活啊。所以可能啊，就是都得经过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你看，都说美国经历过性革命、性解放一个历史阶段，咱们呢是不是在经历一个正在扭曲和畸形的这么一种性泛滥？对，因为中国是容易出问题的。接下来怎么讲呢？刚刚讲性资源，今天是你信息机会是多了，马也讲得很对，你很容易找。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中国的人口是有缺陷的，就男女比例是不均的。对对对，目前为止，在尤其是70年代之后、80年代之后，整个80后啊是女少男多。那么现在，比如说，如果真的要配对的话，我看过几个数字，不知道准不准。有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男孩子啊，就80后的男孩子，会比女孩子多出了2-3千万。哎，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嘛，就是。对，那你说怎么办？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你讲的很，这就说明啊，为什么现在我就说我真的我感觉现在说出轨，好像我脑子里浮现的是女的。我小时候说出轨，脑袋是男的，现在感觉出轨是女人干的事情，这可能本身跟一个人口的差别有关系，女少男多嘛，女少男多嘛，对吧？而且呢，女人会越来越占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全球的大学的入学率啊，都是女人高过男人。对，就男孩子读书，因为小时候都不行，小时候你比如说小学同班同学都是女孩子比较聪明，读书比较好，但现在这个教育很奇怪，因为人越来越晚熟。所以呢，男孩子以前比如说小学6年级怎么样也都开窍了，现在男孩子开窍开的还越来越晚，所以女孩子呢成绩很早就抛离了男孩子，所以现在上大学也是女生多过男生。那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你可以想见，再过10年20年，在所有的社会单位、所有的事业企业单位里面，都是女子占高位。然后下面一帮男的喽啰。我们今天想象那种老板，哎呀又欺负人了，你想到的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大肚子老板，哎这个小秘书怎么样？将来这个形象可能是完全颠倒的。咱们呢离做奴才的日子不远了。好，到点儿。